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我相信很多学习外语的小伙伴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学习外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之所以复杂，不仅仅是因为有很多词汇，有很多语法点，又或者有很多不一样的发音需要我们学习适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所使用的词汇、我们的用词，甚至表达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法语学校的邀请，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可是我真的没时间去，所以我需要委婉地拒绝这份邀请。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礼貌的、正式的、委婉的拒绝他们的邀请。有可能你会问，老师，你不是生活在法国吗？而且你家人不是也会说法语吗？我相信你的法语应该不错啊。其实你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的确很多人都说法语，可是他们和我使用的语言都是非正式的，也就是比较随便的、比较随意的，没有特别严格的表达的规则。可是如果想非常正式的、委婉的、礼貌的拒绝一个正式的邀请，我需要的是正式的语言。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也许正在看视频的你，正在学中文的你，也可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在接下来的3节课里，我将给大家3个场景。这3个场景分别是和好朋友、和工作上的同事，最后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正式的场景。通过这3个场景的对比，我们来帮助大家理解，在不同的场合应该怎么样使用中文。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个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一个朋友问，周末同学聚会去爬山，你来不来？首先周末大家知道就是周六周日周末，同学聚会也就是我们同学一起去聚会，聚会干什么呢？聚会去爬山，你来不来？大家肯定学过你来吗？你来吗？其实比你来不来更礼貌一些。朋友之间我们很随便，你来不来？另一个朋友回答，最近忙死了，真没时间。最近忙死了，怎么会忙死了？忙死了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地道的表达，就是指非常非常非常忙，忙死了，真没时间。什么叫真没时间？就是真的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但是口语会把句子变短，真没时间，真没时间。我会跟同事这么说话吗？我可能会和关系特别好的同事这么说，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同事，比较正式的工作上的缘由，我可能不会这么说。忙什么呢？他的朋友问，忙什么呢？很多人都问我呢这个词怎么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位朋友问，忙什么呢？都没有你，他都没有说你忙什么呢？他把主语省掉了，忙什么呢？什么呢？这个呢经常会和什么放在一起。干什么呢？看什么呢？吃什么呢？做什么呢？大家注意，什么呢？忙着找工作呢？诶，这里也有一个呢，可是呢，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忙着找工作。大家要注意这个这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忙着就是正在做什么。我最近正在找工作，正在忙着找工作，表示我最近正在做的事情，正在繁忙的事情，忙着找工作呢。如果你问我没有呢行不行？忙着找工作当然可以，比如很多男性的中文使用者，他们不太喜欢用呢，因为呢听上去有点娇气。可是如果是女性的话，我们经常会用呢。
忙着找工作呢，忙着什么什么呢？忙着什么什么呢？这个呢在这里没有任何意思啊，没有任何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口头的强调我正在做的事情。忙着找工作呢，忙着面试呢，忙着搬家呢，就表示就是这么简单，就忙这件事呢。啊，忙着什么什么呢？简历还没修改好呢，又出现了一个呢。这里的呢是干什么呢？你看，简历还没，上节课我们学过还没怎么样，对不对？还没有，还没修改好呢，还没什么什么呢。这里呢，这个呢也是一种口语的表达，它就是表示还没有做好。可是呢，在口语中我们会加一个呢，还没做好呢，还没看呢，还没去呢。它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他的朋友说：“拜托，你来吧。”拜托是什么意思？拜托其实就是这样，我求你了，拜托，拜托，拜托你就来吧。为什么没有说你来吧？你就来吧，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有这一个要求，你就来吧。后面这个符号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卡通的、比较可爱的，让对话变得比较轻松的这么一个符号。你不来就不好玩了。哎，这里的就不一样啊，你不来就不好玩了，意思是你来是一个条件，你来了就好玩，你不来就不好玩了。不好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意思，很无聊。你不来就不好玩了，就是没意思。实在不行，我帮你修改简历啊。实在不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忙，你真的想要修改简历，你真的不能来，实在不行，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帮你修改简历啊。实在不行非常好用。比如说你的朋友来你家，可是呢他的车坏了，他说不好意思，我去不了你家了。你说实在不行我去接你，就是表示既然你的车坏了，坐车又很麻烦，这些好像听上去都不是好办法。实在不行我去接你，实在不行我去你家，实在不行怎么样，就是提供一种方案。咋样？咋是什么意思呢？咋其实就是怎么样，咋样其实就是怎么样。可是呢，在北方大家很喜欢用咋，咋的意思就是怎么，咋样意思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你可以说怎么样，没问题。但是如果在北方，大家会说咋样，这么够意思。你看这个够意思的后面有个感叹号，表示很激动。这么够意思是什么意思？够意思，如果我说你太够意思了，这个够意思就是指你真是一个好朋友，你真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在关键时候你总是能帮我，你这么够意思，愿意付出，愿意为我付出，愿意为我做出牺牲的意思。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你看，在朋友之间说话都非常直接。另一个人直接发了一个头像啊，现在我说了要帮你改简历，可我没说现在啊，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对话。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为什么我们的视频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晚上，因为有些视频我白天没有拍完，到了晚上孩子们睡觉了，我会继续为大家拍视频。今天我要教给大家的表达全都是口语，这些口语你可以和谁用呢？你可以和那些你特别熟悉的、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可以用。和同事可以用吗？如果这是一般的同事，我建议你最好别用。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同事，你可以用。陌生人可以用吗？如果你刚刚认识这个人，最好不要用，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说话太随便了。所以你接下来所学到的口语，全都是非常自然、非常地道，中国人每天都在说的口语。但是这些口语，我们一般是和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使用的语言。第一个表达，我什么什么死了。忙了一天回到家，可能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累死了。我今天累死了，不是我真的死了，对，就是表示非常非常累。我今天累死了。或者我渴死了，我喝点水，咕嘟咕嘟咕嘟，我渴死了。或者你一天都没吃饭，我饿死了，我饿死了。到了外面天气太冷，我冷死了。如果太热我快热死了。刚才我加了一个快热死了，和我热死了有什么不一样？快热死了其实就是几乎快要热死了，其实和我热死了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区别，是一样的。我快累死了，我快热死了，我快冷死了，我快渴死了，其实就是表示我真的不能再承受了，已经到极限了。我快什么什么死了。除了热死了、冷死了、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还有什么死了呢？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就是烦死了。我烦死了。我可以说我烦死了，我也可以说别人烦死了。比如今天办公室的事儿太多了，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我可能就会说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就是有很多烦心事。如果我说我烦死了，是什么？是我感觉烦死了。如果有一些人做了让我不高兴的事情，我看了他们一眼，烦死了，又来了，表示他们怎么又做又让我烦。所以烦死了可以是指自己烦死了，烦死了，是我烦死了，缩短，我烦死了，我感觉快要烦死了。还有一种呢，烦死了也可以说别人烦死了。比如我正在拍视频，邻居又开始装修，我就会说烦死了，又来了，烦死了，又来了。你刚刚接到老板的短信说这个星期六加班，你看了短信后自言自语地说烦死了，或者跟自己的好朋友说烦死了，这个周六又加班。但是可以跟同事或者跟老板说烦死了吗？当然不行，太随便了，太直接了。这些话只能跟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最亲近的人来表达。下一个我们要练习的是实在不行。这个词汇一般用在遇到了困难、遇到了突发的情况，突然有问题要解决。比如今天去上课，你突然不舒服，老师我肚子疼。真的吗？你肚子疼啊？实在不行，你看我说实在不行你先回家，实在不行你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会儿。这里的实在不行是表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的话，你真的很疼的话，我们肯定不能上课。实在不行你先回家，实在不行你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实在不行这个词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麻烦。比如我把我朋友的电脑给弄坏了，我还给他的时候我就说真不好意思，我把你电脑弄坏了，我实在不行我给你买个新的。实在不行，因为我考虑到修电脑很麻烦，而且很贵，而且不一定能修好，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实在不行，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实在不行我给你买个新的。比如说你的朋友来找你，不管他是缺钱还是缺工作，还是想让你安慰他，他遇到了困难，当你想要提供任何方案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实在不行什么。比如你的朋友找不到工作，你可以说实在不行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实在不行我帮你找找看，实在不行我把你介绍到我们公司。又或者你的朋友现在急需要钱，你可能会说实在不行我借给你点钱。
最后我们要和大家练习的是呢这个词不好掌握，虽然中国人每天都在用，你会在大量的电视剧或者是视频当中听到看到呢这个字，可是呢这个字其实不提供任何意思，它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呢这个字如果出现在了一个问题的结尾，它承担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强调这个问题。比如我想问为什么，可是如果我想强调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就会说为什么呢？你看我的口气发生了变化，我不理解为什么呢？这个呢强调。第二个功能，那就是当我们加呢了之后，改变了两个人对话的距离。给大家一个例子，我这里有2支笔，你喜欢哪支？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喜欢这支还是这支？你喜欢哪一支？你看，我说的是问题就是问题，这里没有提供任何关系的暗示，感觉我们距离很远。如果我现在改变口气，我说我这里有2支笔，你喜欢哪支呢？呢，你喜欢哪支呢？所以我发现当我说呢的时候，我和你的距离就变近了。也就是说，当你想表达你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你希望和对方贴近距离的时候，你可以在很多问题的后面加一个呢。再给大家一个例子，比如前几期中文课，我曾经教大家怎么问别人叫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加一个呢，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你看这个呢强调问题，为什么要强调问题？我很好奇你叫什么名字呢？第二，改变了我说话的口气，改变了我们2个说话的距离。请问您怎么称呼呢？请问您怎么称呼呢？一样的，我很好奇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请问您贵姓呢？您贵姓呢？我很想知道您姓什么，而且这个呢改变了口气，让我们的对话更加亲近，更加放松。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感谢大家的观看，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学习了很长时间的中文，但是发现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比如有发音问题，说话不够流利，或者听不懂等等等等，没有达到学习的目标，欢迎大家去参与我们正在社区进行的一个中文学习自我评估问卷小调查。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长？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帮助你了解你学习中文的方法、材料或者频率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也许能够帮你解答为什么没有达到理想的中文目标这个问题。当然，在视频最后，我要感谢捐助我们频道的所有朋友，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团队能够为大家奉上更多、更好、高质量的中文视频。下次再见。